1984年的春天意外的冷，这一时期的香港仍然是英帝国殖民地，大街上乱象频出，神秘惨案时常发生。当时的港英政府为了治安问题也颇为头痛，为了维护公众秩序，警署更是纷纷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可就在1月底，人人欢喜的春节前夕，香港还是发生了一起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警匪在大街上枪战的宝生银行大劫案，这让许多人都意识到，今年的香港肯定是不寻常的一年。民众们就如同闻到了危险气息的鼹鼠一般，在接下来很长时间都将家门紧闭，概不进客，想要平安度过这慌乱的一年。住在铜锣湾伊丽莎白大厦26楼 A3 室的林氏夫妇也一样，他们近期大多也待在家里，没有出门。在他们家隔壁住的是一位名叫卡利姆的印尼商人，他自称是做炒金生意的商人，出手阔绰，一口气就支付了3个月的租金，还时常在公寓附近一家印尼的餐厅里用餐，因此整栋楼的租客都对他充满了好奇。林氏夫妇对于卡利姆也有所耳闻，但是这个人很神秘，因此林氏夫妇也几乎没有见过他。3月24日，卡利姆的房屋突然传出施工的声音，这让林氏夫妇感到困惑，探头看去，原来是一名装修工人在装修花槽。装修事件过去不久，夫妻俩发现自家屋子周围竟然渐渐出现了一股恶臭。林氏夫妇开始也不以为意，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股臭气越来越烈，让人更加难以忍受了。于是两人赶紧在屋内寻找气味的来源，整个房间里都搜查了一遍，却根本找不到任何线索。两夫妻心烦意乱的打算去窗口透透气，赫然发现这味道竟然是来自窗外飘来的，而臭气的方向正指向邻居 A2 室的阳台花槽。邻居花槽相当巨大，长 2.5 公尺，宽 0.3 公尺，深达1公尺。平时上面总是会开满一些黄白相间的小花，如今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根据小区的设计，林先生的花槽与 A2 室的花槽中间虽然有墙壁相隔，但仍有个小水渠连接两边，严格来说是可以互通的。莫非臭味是自邻居那边而来？话说回来，他们也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住在 A2 室的人了。林先生越想越奇怪，于是捂着鼻子走向臭味最浓烈的阳台边。他移开挂在窗边的毛巾，却赫然惊觉，白色的毛巾竟然被染成了黑红色。接着一股剧烈的香臭更是从那渐渐渗入的暗红液体扑鼻而来。林氏夫妇立即报案，警方也迅速地赶到现场，发现臭味与血污的来源果然是来自隔壁 A2 室的水泥花槽。据房东所言， A2 室在3个月前被租给一位印尼男子，这位租客宣称还会有2位同乡搬进来，不过此时的 A2 室早已人去楼空，根本没有这个印尼人的踪影，只留下那毫无生机的植被，还不断渗出血污的水泥花槽。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个高楼大厦的水泥花槽流血腥臭逼人呢？不管怎么推论，都只能指向最恐怖的答案。警方当即请来建筑工人协助开启被封闭的花槽，这花槽实在是硕大无比，还加盖了一层水泥跟3合土，这给开凿的过程增加了许多难度。伴随着浓浓的恶臭，负责开挖的工人也意识到了这里面可能是尸体。由于恐惧与畏惧，工人们抗议罢工，警方无奈之下只好找来消防队员协助，才终于在3月31日下午3点从水泥花槽中挖出一具由床单包裹的腐烂尸体。随着一具尸体被挖掘出来，警官们赫然发现这具尸体下面竟然还压着另一具以同样手法处理的尸体。2具尸体皆为男性，约30岁左右，由于腐烂肿胀不堪，都已经难以辨识了。他们被以头脚相反的方式叠在花槽中，双手被铁链反绑，下面压着一把铁锤，底部铺满了奇怪的符咒、娱乐杂物等物，就像是电影中邪灵仪式的祭品一般，被层层束缚在此。经过尸检，法医们更是发现一个惊人的事情，其中一具尸体的口中居然还有4根钥匙。这4把钥匙是哪些地方的钥匙？这2位死者是谁？他们为何葬身此处呢？调查人员首先将调查目标指向了一个人，租下这间房的神秘印尼华侨卡利姆。
消失的卡利姆与他口中的另外2人与这桩案件脱不了关系，可能是卡利姆杀了另外2人逃之夭夭，可能他就是尸体之一。4月3日了，随着警方反复调查，这起案件迎来了惊人的发现。原来2位死者都是新加坡名珠宝商谢美清的儿子谢顺发与谢顺成。谢顺发是大哥，32岁，有家庭；谢顺成则排第3，年约28岁，刚刚订婚。他在兄弟中最为优秀，他精明能干，不但为家族业务首创电脑化，还活跃于业界各团体，经常组团或随团出国考察，业界人士都视他为后起之秀。2人近年都接手了父亲经营许久的金装生意，经常往返于世界各地开阔市场，交往豪强，可谓是新一代企业家中的佼佼者。那这么年轻有为的新加坡富商兄弟，为何会惨死在香港大厦的一个水泥花槽中呢？对此有几种猜测。有人说这2兄弟花名在外，时常流连声色场所，食尽花红酒绿。2人惨遭谋杀，会不会是结了不该结交的人物，迷上了不该迷的烟尘女子呢？除了桃色纠纷，新加坡警方提供的消息还透露了另一种可能性：2兄弟遭人诈骗，惨赔500万新加坡币，导致他们在香港生意失败。气炸的2人杀到香港来，要找诈骗者算总账，想不到被清算的却是自己的老命。第3个消息则恰好相反，在这个故事里面，兄弟2人才是炸人的一方，结果被迫用命抵债了。究竟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案发原因呢？遗憾的是啊，尽管香港警方努力想查出真相，但找到这些线索之后，接下来就像针入大海，不知要去何方追踪。神秘失踪的印度尼西亚租客卡利姆依然无影无踪。警方访谈了许多可能涉案的女性，却无法确定是否其中有人发生内页的惨叫。港兴印度尼西亚的跨国合作追凶行动，由于缺乏引渡条例等司法协议，也有相当的困难。调查逐渐就此不了了之，成了一桩悬案。但没想到的是，在谢氏兄弟死后26年，他的家里倒是发生了一桩怪奇的案外案，使得花槽双尸案又有了一点的线索。谢氏兄弟的第妻张媚娘原来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因缘巧合下嫁入豪门，就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终日沉迷赌博。在曾经上赌船狂赌6天不归，但即使如此，她并没有负债或破产的经济压力。可是这么一个极其有钱的女人，竟然突然在自家洋房3楼吞药烧炭自杀身亡了。警方随后对她进行调查，发现张媚娘生前对4这个数字异常的执迷，她的车牌门牌都是4号，家中3楼也一直有4间空房。更令人遐想的是，她26年前惨死香港的大伯，尸体被发现时口中也含着4根钥匙。不仅如此，在谢氏兄弟死亡案调查期间，被害的谢家却异常低调，对案情发展冷漠以待。这就让人不禁怀疑，这个命案之中是否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真相？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呢？